不墨家在苏州啊，杨正虎，来，什么时候能看我本人？这就是我本人，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来啊，这个昨天不是那个也门那边不是又把那个美国那个军舰给干了嘛，然后美国这边要报复嘛，然后报复叮当456就干啊，干了说什么呢？说那个战绩啊老大了，说什么战绩呢？就一套把也门干了也门的一套导弹系统啊，一套导弹系统，一架就是攻击美军航母的无人机啊，这就是美军的报复。就让美军大吹特吹啊，甚至都上纽约头条了，兄弟们，纽约时报头条了。你就说这老美这次丢不丢人啊？而且就这啊，还不是最丢人的，兄弟们，你知道他最丢人的是啥吗？美国五角大楼不是说这次摧毁了一架攻击罗斯福号无人机吗？当时看完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没在意，家人们，我没在意。后来我一打开地图，我的个乖乖朋友们，咋回事呢？这美国人啊，就像隐瞒了一点啥东西似的。什么事儿呢？你们看看。罗斯福号现在这个位置在哪儿？你再看看也门的位置在哪儿？如果也门要用无人机去炸罗斯福号，那么无人机得飞1500多公里，就这距离，老铁们，也门最远的无人机它飞不过去吧？你更别说飞到之后还能杀到俄罗斯这个那个罗斯福号面前了。对吧？所以说啊，家人们，说实话，很明显，这美国人是在说谎，知道吗？那么真相是什么呢？我们还得看地图，周围能用无人机干这个事儿的，家人们，伊朗不是那个也门肯定干不了了，除了伊朗就没别人了。所以如果五角大楼说的是真的，家人们，那大概率这次啊，美国拦截的那架袭击罗斯福号航母的无人机就不是也门胡塞武装发的，就是伊朗发射的，能懂不？只是美国人不敢承认，所以把锅现在扣在也门胡塞武装脑袋上了。而如果真的是伊朗干的，那就相当有意思了。什么概念？说白了，现在伊朗手里有货，但是就是不打。为什么不打呢？昨天直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认为现在伊朗是极其冷静的，而且深谙战略之道的，不贸然动手，非常明智。虽然说观赏效果有所下降，但是从长期来看啊，这也和我说咱在那个巴以冲突刚开始的预测是比较吻合的。我记得当时兄弟们，我说过，我说以色列这回啊真是要被折磨致死了，一点点被耗死。你看现在伊朗不动手，但是并不代表伊朗的小弟不动手啊，对不对？伊朗的小弟为什么要动手呢？对吧？为什么要动手呢？那是因为他们的大哥伊朗让的。小弟为什么有人说小弟为什么听伊朗的话呢？因为伊朗手里面有货，可以把这些货分给所有的小弟去用，谁听话多分点，谁不听话少分点。现在老铁们，整个中东小弟们，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反美武装，包括叙利亚反美武装，家人们，整个这些反美的系列都是越打越强的，你们没发现吗？什么高精尖的武器全有啊！整个世界上没有被用过的武器，几乎在中东这一次巴以冲突当中全被用过了。电子炮，对不对？还有激光武器，还有那个俄罗斯的侦察系统。包括整个用弹道导弹、用反舰导弹干航母，全都用了。世界上没这么干过，全在中东实现了，越打越强。比如说前段时间视频都出来了，哈马斯都有温压弹了，兄弟们，黎巴嫩真主党都能玩万箭齐发了。胡塞武装这两天虽然有点消停，但是兄弟们，对于红海的出海口依然是有扼守的状态的。所以说这不是妥妥的持久战吗？是不是啊？这不是持久战吗？你看这个套路，你看这个战略，我都能看得出来，以色列他没有能人吗？比我聪明的人多了个去了吧，对吧？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伊朗就是小刀拉屁股，就是一点点开眼，哎，就是一点点拉你。你说你要是以色列的话，老铁们啊，以色列的这咋的了？今天呢？什么抄袭？这啥玩意儿啊？哎，今天谁开播呀？是吗？你看他讲啥呢？有病吧？
来，家人们，咱继续讲啊，不勒了啊，这个人在做天在看，真的，家人们啊，就有一些人呢，咱也不说了，人在做天在看呢，积点德吧。你咋起来的？你自己不知道吗？面对这样的伊朗，你该怎么办？没有其他的办法啊，没有其他的办法。想要生存，就是要干嘛呢？就只有跳出这种持久战的局面，别打持久战了。像前5次中东战争一样，直接来场对决就完事儿了。胶原的持久战，家人们用在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没有任何人有这个体量，知道不？当年美国的这个越战，整整打了快20年，美国都打跪了，朋友们，都打跪了，对持久战都产生心理阴影了。苏联在阿富汗来了一把持久战，直接干崩盘了，干崩溃了。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就是持久战，就是消耗你，因为它拼的不是说一时半会儿，它拼的是你持久的工业生产能力，包括你的铁矿石的存储量，包括你整个国家的经济秩序、文化、社会、军事啊，整个的体系拼的是全方位。而且呢，老铁们最害怕的持久战当中还有一个就是代理人持久战，就让代理人替大家替自己去打持久战，那简直太恶心了啊！所以说我要是以色列，现在唯一的这个破局的办法就是直捣黄龙，进攻伊朗，一次性的短时间内把伊朗给干服了啊！只要这个伊朗一死，他的小弟就散了。但是老铁们，咱请问了，第一点啊，说彻底干服了，伊朗有那么容易好打吗？对吧？你想想，我要是以色列，我会怎么思考战略啊？我想把一个这么大的伊朗给干服了，如果不进行地面战争，那根本做不到。但是我怎么实施地面战争呢？我们说了，反过来倒过去，伊朗到以色列1800公里，以色列到伊朗也是1800公里啊，中间隔了个叙利亚，还隔了个伊拉克，对不对？我不得先通过去那个朗哥家的战略走廊，我打通了吗？如果不打通，怎么去呀？不过幸好叙利亚现在已经剩半条命了，知不知道？打通这条走廊也不是做不到。伊拉克就更甭提了啊！自从萨达姆死了之后，伊拉克我跟你说，那怂的，那囊的，对吧？虽然现在啊，伊拉克的政府是反美的，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的防空能力。所以说啊，我要是以色列，我第一件事儿，朋友们，就是干掉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防空节点，先把空中走廊直接给干通了。只要这条走廊通了，就可以去派飞机、放导弹、放小型无人机轰炸伊朗境内的重要节点。比如说像什么呢？像发电站，像供水设施啊，像雷达站，像机库，像跑道，那不就老三样吗？是吧？我只要先用空中打击的形式，把伊朗家的空军力量和防空力量全部干掉之后，那这个伊朗就废了。剩下的我不管是玩地面部队还是持续的轰炸，那就顺理成章了。你看这个仗就是这么打的，现代战争无一例外就是第一波先拿下制空权，制空权非常重要。以色列之所以可以成中东小霸王，家人们，我告诉你，制空权是至关重要的。然后有空中力量摧毁对方的战略节点、后勤基站、发电站、雷达站、防空导弹基地、指挥中枢。你只要把这些节点给轰炸完之后，基本上兄弟们，这个国家呢就没什么防空能力了。打一个没有防空能力的国家，那就是时间问题。所以说这次以色列派出去一架飞机啊，袭击叙利亚东部的伊朗这个战略基地，其实也是一种试探，懂不懂？想要打通从以色列到伊朗家的空中走廊，只要是把这条路给打通了，家人们啊，那么就是以色列对伊朗动手的时候了。不过想的倒挺好，想的非常美啊。这以色列的飞机去了叙利亚，可是没回来呀，对不对？被伊朗的防空力量叭给干下来了。所以说这条路看来它走不通啊。那么有人就问了，你不是说是 F-35 吗？但 F-35 不是隐身战机吗？你看讲到这儿我都不多说了，这次巴以开大之后，
家人们，这个叫勾 V27雷达发威好几次了，知不知道它哪儿产的呀？全网都知道，我就不说了。但是啊，这个勾 Y27它属于防御警的雷达，它没有攻击空中目标的能力，所以这架 F35大概率是被前2天从俄罗斯运过来的 S400打下来的。刚才咱说到谷歌负责押运那架伊尔76的货，其实打飞机就是这样的，你第一步得先发现它，远程预警雷达先看见，哎呀，这不来了一位先生吗？这不是 F35来了吗？从哪儿到哪儿，速度多少？然后防空导弹的雷达在重点照顾那个方向的目标，锁定之后发射导弹，直接叮当456给它干回来，知道吧？给它干回来，这就是整个的一个过程。所以你说的这个 F35它到底鹿死谁手啊？咱就不多说了，好吧，不多说了。另外咱再说一下，为什么是 F35 不是 F16呢？这一块你就是想，那以色列这次的目的是什么呀？主要目的就是打通以色列到伊朗的空中走廊，对吧？其实这是一场踢门任务，就是把这条走廊上所有的敌方的支点、火力点全部清除，这叫踢门任务啊！什么叫踢门任务呢？就是利用隐身战机在雷达看不着的地方，第一波直接把敌人的防空力量给踹了，给端了。一般老铁们执行这些任务的飞机，要么是 F35，要么是 F22，要么就是歼20，或者今后的歼31啊，更有甚者可能是未来的歼35。所以说你看这个世界上啊，它就是5种飞机，你想想那掉下来的那位到底是什么型号？那肯定不是最那个后3种啊，后3种全在咱家呢，要么就是 F22，要么就是 F35。F22 可能性不大，为什么？据我所知啊，以色列家里面没有 F22 都已经绝版了，美国自己都不够用了，所以说在全世界朋友们他谁都不给，因此就用排除法直接排除了 F22， 目前那么只剩下 F35。你看这回这个飞机掉下来的这个之后啊，整个北约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说话，我们都没看到新闻，对不对？美国也不承认也不否认，就装看不见。以色列呢低了个头上了个脑袋，也没吱声也没吭声。就这老铁们，伊朗和叙利亚的新闻机构那家伙大声疾呼啊，我们打起来了啊！但是全球都没转载，结果咱的妈妈把这个事儿给捅出来了啊！你看这个咱妈是真的她不得了啊，她不会报假新闻的，对不对？那假新闻我完全都不敢碰的，你不能瞎说的呀啊！你要是想听过瘾的，你可以听听那个有那个什么，对吧？就是有很多那些别的七七八八的报道，你听那个东西爽。所以听我的东西，你就是说你想找出那个就是上蹿下跳的感觉啊，咱确实说整不了，就没有公开的消息，一般我不敢说，家人们身份有点敏感啊。既然说了，我也是即使说了啊，就没有报道的我都是猜的，主打一个安全。反正就是一句话，家人们啊，谁在说我说的那个什么那个不精彩了，什么不上蹿下跳了，在我这问那些别的我不敢说的，家人们啊，那我就伺候不了了啊。咱跑题了啊，再接着讲。今天咱就纯闲聊，家人们啊，纯闲聊。你说这个 F35 掉下来之后会有什么后果？ F35 掉下来之后会有什么后果？直接后果就是以色列想要快速与伊朗决战的计谋直接泡汤了。这持久战我估计打到今年春节应该没问题。而间接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导致8月28号远在1万公里外的熊猫他家谈判的沙利文火焰直接消减到一半。你想想 F35 被干了，家人们 F35 被干下来了，你说你美国还是什么军事强国呀？什么军事强国？难道是坦克吗？对不对？过时了。难道是航母吗？这2月亚太没有一艘啊，难道是导弹吗？对吧？难道是导弹吗？你这美国还没有进入到高超音速时代呢，难道是飞机吗？你 F22 停产了，总共180多架，现在剩170多架了，生产线都被拆了，图纸都丢了，生产工人都跳槽了，那不就剩 F35 了吗？结果被干了，而且还是被中东泥腿的给干下来的。你还说你是军事强国，谁给你封的军事强国呀？你哪儿强啊？
对不对？你什么都没有了，你还撇个大嘴，你跟我谈什么谈呢？你拿什么资本，拿什么筹码跟我们谈呢？所以说这次家人们，东方大国美国再次交手，可以说美国人是输的彻头彻尾了。然后说完这个家人们，咱说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啊，最近呢网络上有个传闻说卢拉上台之后啊，就已经决定干嘛要全面清除在巴西的日本学校。大概是这样的。之前老铁们你们都知道啊，日本人一直在搞这个叫什么共荣啊，什么这些。为什么当时侵略呢？他当列强呢，就因为他觉得他地方不够用，他想呢整个都是他的，世界都是他的啊，他的人都是世界的。反正说就是当时就感觉说他们那是个小岛，周围都是海，他觉得不安全，而且他在地震带上啊，保不齐一次地震，保不齐一次地震的，对不对？所以说家人们，他一直在搞这个换家，搞这个偷家模式。那么其实重灾区啊，他侵略不成，抢不成，他就是干什么呢？他就买，他就是暗地里面偷。怎么偷呢？就通过大量的买取当地的土地，就感觉说这个地方就是日本人的了。这个重灾区就在巴西，家人们，巴西好多土地都卖给日本人了，大资本家全是日本人，知道吗？他们政府还不叫事儿呢。后来卢拉上台之后呢，卢拉就感觉出来了。那么之前家人们你们都知道，日本地震带。这个时候我是说过，长期以来日本人在巴西大肆购买地，大概多少地呢？大概是1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且大量移民都在巴西了啊！这个移民是多少呢？1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住了200万人，还在巴西建了大量的日本人学校啊，日本学校，甚至在巴西当地呢，还有日本的那个什么联合会啊，什么七七八八的。你说这个小本子是打算干啥？说白了，不就是想着万一真大地震了，富士山喷发了，然后那些有钱人能跑到巴西继续生活吗？对吧？来个巴西日本村吗？对吧？但是这个事儿说了几次之后呢，巴西总统卢拉也是真就注意到了，知道吧？他当时没当回事儿。所以说为了避免巴西被日本给占领了啊，这个和平占领了，避免巴西成为第二个巴勒斯坦，卢拉上台之后那是二话没说的，直接就开始清扫日本人。而且还不是跟美国人一样直接找事儿，而是用了非常非常理性的办法，比如说开始审查日本人购买巴西土地的合法性，开始全面关闭日本在巴西的学校啊等等，说你可以啊，你在我这上学呗，上我巴西的学不行吗？一定要上你的日本学校吗？对不对？那这个消息呢，别的国家看到了不知道什么感觉，但是咱这边一听肯定是觉得说，哎妈，太牛了，这太对了，巴西总统卢拉你太牛叉了。这原因是啥咱就不说了，大家都清楚，是不是？所以说很多人就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巴西总统卢拉真干这个事儿了吗？还有就是万一小本子被赶出了巴西，那这200万人会跑到哪儿？咱用不用注意点？怎么说呢？卢拉下令审查日本购买巴西土地合法性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的，但是他的出发点是不是为了把那个小巴嘎给赶走？那官方还没有做出明确的这个表态。所以说家人们，咱这里不对这个信息有过多的评价，但是呢，我得介绍另外一个巴西的事件啊，巴西真事儿啊，什么事儿？巴西以国家犯罪方式进行了扫黑。记性好的老铁们，你们应该都记得啊。2014年，家人们，2014年巴西世界杯前夕啊，巴西展开扫黑除恶这个行动了。扫黑这种事儿吧，合法的方式是由警察去抓。检方指控并且提交证据，对吧？然后呢，再由法院去判决。但是巴西没这么干，他是直接出动军队，对他们直接就围剿了，根本不搞什么抓捕审问，没有。之所以这么干，是因为巴西非常清楚，抓了没用，知道吧？那巴西那个黑子们，那不少都是有美国势力保护的。今天抓走了，提出这个诉讼了，好不容易走了法庭的程序了，结果早晨才找出了证人，晚上灭口了，第二天证人没了，你说这个还省毛啊？对不对？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巴西那些黑帮可不是什么善茬的，不会说这次没有被抓住就不追究这个事儿了，而是等他们在法庭上因为没有证据释放之后立即展开报复，懂我的意思吧？再加上呢，就黑子对当地的警察、检察官的、法官的家人一清二楚，调查非常清楚，一旦对这个黑子动手了，检察官呢、法院呢什么这些人都遭了血罪了。说白了朋友们，就是巴西政府知道，如果以合法合理的方式扫黑，意味着扫啥也黑不了啊，整个黑把白给扫了，最多就是做秀，然后继续乱。
乱套。所以说当时巴西总统就怒了，你知道吧，说去边拉去小黑子吧，老子不给你来正常套路了。骂完之后还不等这帮黑帮反应过来呢，大批军队叭直接干上去了，打的黑帮那就片甲不留啊，人仰马翻。通常来讲啊，正常国家是不会这么干的，但是巴西就这么干了。所以怎么说呢，从这个案例兄弟们咱们可以看，巴西以非常手段清除日本人与日本学校存在一定可能性，要不然再过100-200年，咱说真话，巴西真有可能被日本人直接和平给占了。这不是我在这吓唬他们啊，也不是吓唬你们，法国不就是现成的例子吗？就现在巴黎街头，老铁们，黑色的人已经是黑满为患了，照此趋势下去，法国早晚会变成黑人的法国。为什么近年来以特朗普为首的右翼势力兴起了？原因之一就是这样的啊，黑人、拉美人这些外来的移民太多了。按照这样的趋势，到2050年，白人将会沦为少数族裔，被人实现和平占领，白人很有可能遭到历史的清算。所以怎么说呀？你问这次巴西总统卢拉是不是真打算把200多万的日本人赶走？我只能说这个可能性不是一般的大。懂我的意思吧？说完这个，咱们换下一个话题，换沙利文了。大家都知道美国这边的事儿啊，咱们都很关心，尤其关于这2天沙利文来咱家了，对吧？大家都知道沙利文来咱家完事儿呢，已经走了。然后我就寻思吧，我看一下这3天的访问的这个总结吧。结果这一看，好家伙了，国际方面的事儿啊，咱都讲过了啊。但是我发现呢，这次沙利文来说了一个事儿，简直就是阴损狡诈坏。什么事儿呢？根据沙利文的那个采访内容报道说，来访商谈内容当中包括非法移民的移交与处理。家人们，大量润人啊，走线跑美国去了。据传闻是落地生根了，落地就有免费的保险、免费的医疗，还有轻轻松松的工作可以干，几年就能在美国买套房子。然而到了美国一看嘛，完全不是这回事啊！不仅没医疗，不仅没保险，而且问几句话就收到上千美元的账单。这个老铁们，我跟你说，就是好多润人就不说啥了，好吧？各位有才的网友，老铁们，你们就说一说这是为啥。然后工作呢，因为什么？润物道太多了，相互竞争，洗盘子啊，这个月薪已经开到6000块人民币了，你没看错，是人民币，不是美元，大概是1000美元都不到。在美国租个房子都不可能啊，老铁们，没可能。所以说就是贷的钱用完之后，润人们啊就各显神通，像住桥洞啊、搭帐篷啊、住什么破车房啊、住什么，反正夜夜睡不安宁，天天被驱赶。再后来连洗盘的活都找不着了，因为润人们举报老板非法用工，结果老板们都不敢雇佣这帮二货了，然后转行就去送外卖。但是外卖也不是那么轻易送的呀，还得租电动车啊，还得有牌照啊，没有个身份你租不了啊，而且出租者还得收40%的手续费呀。要是外卖电动车被偷了，还得自己赔不起还得贷款。盘子没得洗，外卖没得送，那就要饭呗。美国每天都有慈善机构啊，组织搞这个慈善施舍，啥都有，什么零食啊、小吃啊、米饭呢，运气好的是能弄份饭，运气不好的弄个零食。那中美的口味差距很大呀，但饿了嘛，啥也不管，屎都吃。那住的呢，搭个窝棚，住公园啊，住树林呢，到处都是住的地方。比如说那个就是推上著名的润人那个陈旺家们知道吧？被网民们称为叫什么呢？叫黄粱，叫黄粱滴臭吧，还是什么玩意儿？因为知名度太高了，还被人给举报给拆了。家人们，去年深秋的时候被拆的，真老可怜了，不冻死就得冻个半死。美国请老大价钱请公知们忽悠了10几年，结果脑子好使的都不上当，没过去的一帮脑子有问题的润人多了，社会问题就多了。尽管不像拉丁美洲与非洲移民那么暴力的犯罪，但是社会问题少不了啊，对不对？社会问题少不了。近些年来呢，润人的数量直线上升，美国也慌，这么下去不行啊，美国不成垃圾堆了吗？所以说美国呢一直要求东方大国接回这些润物们，但问题是这些人在进入到美国的那一刹那，他自己撕毁了自己的什么呢？自己撕毁了自己的护照，没有证件，谁能知道他姓甚名啥呀？
对吧？来自于何方啊？当然，龙国出境的记录啊，里面也可以做人脸识别，但是我们不授权、不吭声，美国人就没有办法来，就是证明他们来自于东方大国，对吧？毕竟这些只是垃圾，接这些垃圾回来，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相当于是负资产，谁要谁拉走呗。但是上一次我们失算了，因为美国人也知道玩阳谋，在一帮润人当中塞几个这个红通贩啊，这下让龙国没话说，红通贩嘛，家人们遣返回国那是好事儿，对不对？但是呢，要带一帮的废物，那捏鼻子也得收，这有啥办法啊？美国人玩损招也是一套一套的。然后说完这个，家人们啊，咱再说什么事儿呢？说俄乌的事儿，朋友们，俄乌这边还有事儿。在说之前，我想问大家，俄罗斯跟我们什么关系？老铁们，有人说俄罗斯跟我们什么关系？你们知道吗？没有给苏苏点粉丝灯牌的，给我加粉丝灯牌啊！俄罗斯跟我们什么关系？知道吗，家人们？你说一直以来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就是不可能啊，丧良心。你说我们是敌人吗？那就完全没动脑子，对不对？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拼了命的想融入到美西方国家，说白了，那个时候全球产业链美西方确实站在最上游。人家那时候的技术，老铁们，你别说今天的芯片了，冰箱、电视、洗衣机三件套过来给你干懵了。那个时候东方大国在干什么？苏联刚解体的时候，我们在干啥？我们在给美国，在给西方生产衬衫、袜子、手套、裤衩子和毛巾，那都是一种奢侈，那是人家施舍给我们的。这样的低端的血汗的产业工厂，上个世纪末我们各地招商引资都得求爷爷告奶奶，争着抢着干，赚了不少钱。没办法，那个时候东方大国实在太穷了，所以说普大帝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其实是亲美的，对吧？苏联解体之后呢，家人们，人家俄罗斯肯定想跟美西方一起站在产业链的最高端呢，对吧？曾经还做过 G7+1 呢 G8 呢，躺着就把钱给赚了呢，没事还能开印钞机呢，疯狂的印币呢，对吧？印废纸呢，然后拿着一堆破烂过来，把你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袜子、这什么衬衫啊、口罩啊，全给你忽悠走。那个时候啊，我们想要修建一个什么天然气管道啊，这个，因为我们能源匮乏，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有的是嘛，但人家不给咱们修。那修到小本的这个天然气管道，都比东方大国的粗10倍都不止，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啊！14亿人口的东方大国，还不如一个小本的吗？没办法，正是因为你体量大，家人们，你格局得更大。你还在俄罗斯周边，你站在俄罗斯的角度，你龙国要是崛起了，你民族要是复兴了，那俄罗斯肯定不乐意。你复兴了，你还在我周边，我是你搬不走的邻居，我怎么办？对不对？那到那个时候，像我当初欺负你似的，你欺负我，那咋整啊？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所以东方大国能走到今天，那简直是奇迹，他妈给奇迹开门，奇迹到家了。前无古人，我估摸后也无来者了。但是大家知道，普京说过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美西方欺骗了我们。记不记得？你想融入到美西方，你想在桌上吃饭，你想躺着把钱给赚了，兄弟们，但是人家美国佬肯定是不乐意啊，对不对？大家知道欧盟有自己的货币叫欧元，这玩意儿有多牛呢？东方大国当初联合周边想搞个自贸区，勾鱼岛事件马上就要爆发，大家知道自贸区是第一步，最终咱们是想形成自己的区域的货币的亚元，防止被美元给收割了，给废了。否则你想做贸易，第一步居然是把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产品拿到美国去换废纸吗？然后用废纸来做生意吗？这不是开玩笑吗？但是这就是客观的事实，朋友们，因为人家美元是世界货币啊，欧洲有欧元，那么欧洲各国做贸易就不用先把产品给美国来换废纸，然后用废纸去做交易，这样就避免了被美国佬先吃这么一道，因为人家有什么？人家有欧元。那现在你想发展亚元，那美国佬他能乐意吗？所以为什么当初勾鱼岛这个事件一夜之间就爆发了，周边形势一夜之间就紧张了？那都是美国佬搞的鬼，因为欧元他都忍受不了，欧盟还是美国的盟友呢。你别说你亚元了，你们都用自己的货币了，拒绝美元的收割了，我美国强盗我喝什么吃什么呀？美元废纸谁还要啊？大家都知道，美元在全世界结算体系当中占了一半，剩下的另外其中的一半那是欧元的地盘，美元排第一，欧元排第二。
那本来用废纸换物资这个事儿，兄弟们，只有美国能干，怎么你欧盟干的也这么猛呢？所以说美国就不乐意。于是过去这么些年，老铁们，但凡要是欧洲有战争，逢战必是因为欧元要打压，美国要打压欧元，要打压欧盟。你们自己去分析，过去咱不提了，你就看这2年俄乌冲突，美国利用俄乌冲突把北溪管道给炸了，欧盟没有俄罗斯廉价资源。各位你们想一下，这个打击有多大？怎么工业生产，经济怎么发展？你经济不行了，你还想用欧元去割韭菜吗？那大家不认呐，一看你美元也就欧元也就半斤8两啊，对吧？还有人怀疑俄乌冲突到底谁策划的，还用想吗，兄弟们？那绝对是美国佬一手策划的呀。所以说为什么德国法国这2个欧盟的火车头一直叫着喊着欧盟要独立自主啊，要建立自己的防御体系啊，要有自己的同盟军呢？说白了，这些年被老美欺负的太惨了，懂不懂？为什么普大帝说我们被美西方给骗了呀？因为俄罗斯是不可能被美国接纳的。在欧洲，如果美国接纳俄罗斯，家人们，那欧洲还有美国什么事吗？没有了。欧盟有欧元，有技术，有管理，有工业。俄罗斯有天大的能源，有大杀器，强强联合，有你美国什么事儿？你想割韭菜？欧洲一团结，家人们，比东方大国都吓人，知道吧？所以说，最让美国佬头疼的、害怕的，首先还真不是我们东方大国，其实就是欧洲一体化。但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欧洲没法一体化了。所以说俄乌冲突最大的受益者还是美国。为什么我一直说乌克兰顶不住，美国佬一定会下场？很简单，因为在美国看来，兄弟们，欧盟跟俄罗斯当中一定是要有障碍的，打死不能让他们联合，要不然美国彻底废废，懂我的意思了吧？然后家人们，这些年俄罗斯也看透了，尤其是俄乌这个冲突之后啊，什么燃气管道，什么远东开发，什么人民币结算，都听东方大国的。你想干啥都行，你想把管道修得比小本的宽100倍都没问题，都听你的。说白了，这是俄罗斯唯一的出路。东方大国呢，当然要支持俄罗斯了。为什么？家人们，不是说我们支持俄罗斯的什么打乌克兰，那不是，我们支持的不是俄罗斯干乌克兰。家人们，有人说了啊，你这是个俄狗，什么你支持人侵略，侵不侵略咱尚且不论，但是我们压根儿没有支持过俄罗斯打乌克兰。我们支持的是什么？只有东方大国俄罗斯背靠背，才能把美国佬给彻底掀翻。我们支持的是俄罗斯干霸权，懂不懂？而不是说要把乌克兰给干翻。再来看最近发生的事儿，家人们，东方大国帮柬埔寨修运河，什么原因？当初我们全力帮越南搞团圆呢，结果人家团圆之后立马开始野心勃勃，要入侵柬埔寨。不仅如此啊，还不断在我们周围惹这个上蹿下跳，跟猴子似的。尤其是近年来，家人们还跟美国、菲律宾眉来眼去啊。既然如此，对吧？你3番5次我们要修铁路，要给越南修铁路，要跟越南打通运河，他都不让。那么好了，对不起啊，天大的富贵降在你身上，你不珍惜，那你就不中用了，是不是啊？那我就支持柬埔寨修运河呀。那本来柬埔寨出海口要借越南的境内，本来利润就不高，再被你越南砍个300大洋，对吧？那不仅是钱的问题，关键是看你眼色行事。我一惹你，你把道给我封了，我受制于你吗？他越南不服气啊，对吧？那我们只是正常柬埔寨招商引资过来的，修条运河而已嘛。我们这是帮助贫困国家做好事去了，对不对？做慈善去了，不违法不违规的。你要怎么样？你敢怎么样？你不服气，2艘056A在柬埔寨军演，到现在没回来呢。所以俄罗斯是敌人是朋友啊，这个咱不敢去论述，但是呢，我觉得是敌人也是朋友。现在这个节点啊，那更是朋友啊，他也必须把东大当成朋友。至于周边这些不听话的，东大之前懒得搭理的，那些说东大怂的，你们都好好看看，一路今天卧薪尝胆到现在，俄罗斯投怀送抱，怂到今天一条小运河把东南亚小霸主拿捏的死死的，那你说我们怂，我们也认了，真的家人们。而回到俄乌战场，其实对于俄罗斯和美国包括北约来说，乌克兰这场战争都是只能赢不能输的。为什么打到现在这么纠结呀？就是只能赢不能输，谁都不能输。对于双方来说，输了就废了，
可能有人会说打平呢，这件事儿只要有美国在就没有办法打平。为什么？因为美国挑起俄乌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制造俄罗斯跟欧洲之间的尖锐对立，只有对立了才能牢牢把欧洲绑在美国的战车上。所以这个逻辑家人们啊，就是什么概念呢？有美国，整个世界无一例外全好不了。你们自己想是不是这个事儿？所以家人们，现在我们集中力量在干什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在干什么？不是支持以色列干不是支持什么伊朗干以色列，也不是支持什么俄罗斯干乌克兰，我们在下大棋，在整个团结资源、部署局面、部署战术、部署战略，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干垮霸权，这个世界才能够像我们一样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和平和谐发展。同意我概念给我扣波同意，老铁们好不好？家人们，今天新闻到这儿了。